Hello，大家好。那上周三呢，优衣库和Jil Sander 的合作系列 Plus J，他们已经把 Lookbook 放到了网上。那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个 Lookbook 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懵的，因为它的下面这几件衬衫看起来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把同样的单品单独的陈列出来。但是在仔细看了一会儿以后呢，我发现每一件还是有它自己不同的设计的，所以想说来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次呢，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报道说 Jil Sander 是极简女王，但是极简并不是我看到她的设计以后到最强烈的风格，所以我去看了很多她的采访和她的纪录片，还有一些别的资料，对此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想法，想和大家在这个视频的末尾分享一下。那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吧。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部分单品的细节分享。我们从衬衫，衬衫的领子开始说吧。如果在看的小伙伴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一共发现了多少种不同的领子？那实际上我是看到了有4种不同的领子，那有这个立领还有非常经典的小方领，那当然还有非常明显的是女装里面还有这种飘带的领子。那除此之外还有吗？还是有的。实际上，在这一件上面有一个第4种的领子的处理，它其实也是一个立领的设计，但是它的立领和其他的立领是不一样的。像这一件的立领，它的边角实际上是一个圆角的处理，而这一件呢是一个直角的处理，而且它不光是直角，它还在这个角的位置上做了一个切口的处理，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台阶一样。发现这些小细节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就感觉发现了设计师不为人知的小心思。那么除了领子之外，我们下面来聊一聊它衬衫前片的设计吧。那同样，如果有在看小伙伴，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打下你们找到了多少处不同的细节处理。那我自己呢，实际上是看到了5处。那首先呢，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胸前的口袋的设计。那其次呢，还有这个前片衬衫上，在男装上它不同的拼接的处理，它的前片是2片布拼在一起的。那第3点呢，就是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在这个口袋周围，在这件条纹衬衫上有一个看起来应该像是缝线，非常不规则的缝线，非常童趣的一个处理。那除此之外呢，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别的发现？我自己呢是看到了，在这一件衬衫上，它是有一个风琴褶的处理的。那整个风琴褶呢，当然是会让衬衫风格更女性化，然后也是让细节更丰富的一个设计。那第5点呢，实际上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左上角这件衬衫和右下角这件衬衫好像似乎看起来除了领子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你会感觉左上角这一件比右下角这一件简洁了很多。那实际上呢，它的奥妙就在于，右下角这一件，我给大家放大一下，右下角这一件它的纽扣都是非常常规的放出来的，而左上角那一件衬衫呢，它实际上除了最上面的那一颗纽扣，把所有的其他的纽扣都隐藏起来了。那这样整个这件衬衫在外面的，就是什么也没有，整个都非常的干净，所以也会给大家造成一个印象，就是这一件看上去非常的简洁。那以上就是我发现的5处前片上不同的设计，当然我们没有算上这个撞色的处理了，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太明显了，大家都能看出来。那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别的发现，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除了领子和它前片的设计之外，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它的下摆的设计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像我左边展示的是女装，右边展示的是男装，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女装的衬衫下摆后片都比前片要稍微长一些，而男装的下摆好像前后是差不多长的。除此之外，
女装的不同衬衫之间，它的下摆的形状也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直角的设计，有些是一个曲线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曲线其实它的曲线设计也不是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穿着上并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风格上非常大的区别。我觉得它之所以要把一部分设计成一个圆角，更多的是出于剪裁上的考虑，或者是穿着功能性上的一个考虑。我的猜测是，就比如说看这一件，你能看到它下摆是圆弧的这个衬衫，实际上是在侧边做了一个切口的处理的。那有这样一个切口的好处就是，像我有的时候穿衬衫不会把前襟和后襟都塞进去，我会只塞前襟，让后襟露出来，可能有一个遮肉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切口的话，那我腰的这个部位是很容易鼓出来一截的。那有了这个切口呢，就会更好的保证了你在只塞一半衬衫的时候的一个穿着效果。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就是，这一件条纹衬衫，它从正面看是非常普通的一件条纹衬衫，但是如果你从侧面看，你就会发现它前片的条纹是比后片的条纹要细的。那这样也带来了一个一个强烈的对比的处理，让你觉得这件衬衫非常的有趣。这一件衬衫实际上是在 lookbook 中的这一件，不是它上面的这一件，给大家提个醒。那除了衬衫之外呢，我还发现了3处其他单品的有趣的细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首先是这条裤子，这是女装的裤子。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条平平无奇的黑裤子，但是我在仔细观察了一下它的裤脚之后，我发现它的裤脚是一个开叉的处理。那这样我们穿高跟鞋的时候，就能把鞋的细节露出来，增加一些精致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女装的这一件毛衣。看这件毛衣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是一件颜色非常沉闷的普通的 V 领毛衣。但是我再去看它的别的颜色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红色和它的这个黑色在口袋的地方是有一个撞色的处理的，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口袋是一个宝蓝色，这样的小细节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细节很有趣的是男装那一件夹克。这件夹克本身我是觉得很好看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女生，是因为它腰的这个位置比较低，实际上是能看到它大概是在屁股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长度可能我觉得对女生来讲有点太长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件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它的一个领口的处理，我给大家来放大来看。它首先像很多别的飞行员夹克一样，它这个是有一个扣的领口，它是可以合上，然后把这个领子严实的合起来，这样就不会漏风。其次呢，它还在里面做了一个双领的处理，对，然后让它跟别的一般的飞行员夹克变得不一样一些。那还有一点就是它手臂上的这个口袋，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口袋是相对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个口袋不是一个单纯的装饰，大家是真的可以用它来装一些比较小的，比如说钥匙啊、卡呀这些东西的。那此外呢，会让我比较想买的一个单品是这样一个双腰带的一个设计。那实际上我是在 Jil Sander 的秀场中也看到过类似的腰带的，虽然现在的 Jil Sander 已经不是 Jil Sander 本人在设计了，但是我觉得大家仍然可以借鉴一下他的穿搭。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说第二部分。Jil Sander 真的是极简女王吗？那在开始聊观点之前，我想给大家一点关于 Jil Sander 的背景的介绍。他是出生于1943年，是出生于战后的德国汉堡。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纺织工程，并且于63年去美国洛杉矶做了一个交换生。那之后呢，他去往了纽约，成为了一名时尚编辑。但是拍照的时候，因为送来的衣服经常不符合他的审美，所以他又提了很多意见。
那后来就有一个很大的服装生产商就找到他说，那不如你来帮我们来设计衣服吧。他从此就走上了设计师的道路，并且于60年代末返回了德国，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屋。那自己的品牌经过一些发展壮大，在90年代末的时候被 Prada 集团收购了很大的一部分股份，自此开始了他与 Prada 集团的爱恨情仇。因为跟 Prada 集团的掌门人的理念不合，Jil Sander 多次离开自己亲手创立的品牌，并且又多次回归。但是在2013年10月份彻底离开了这个他自己亲手创建、培养长大的品牌。那说回他的设计风格，无可否认的是，他自己的设计品味一定是更接近于简洁的线条，还有一些非常明智的剪裁的。但是在阅读了很多他的采访和一些资料之后，我更深的感觉是，他的衣服是试图在传达一个更有尊严和一个体面的形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以下是2段Jil Sander 本人说过的话。第一句话是 I think women have experienced that they are free to be girly, sexy, kitten, gross, provocative, whatever if they like to, but they may also have understood that in the long run, life is much more rewarding if they choose a more dignified look. 这句话是说，他觉得女性已经尝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服装风格和潮流，但是他觉得，这些女人们也会明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如果以一个更有尊严的形象示人，这个会让自己的人生受益更多，人生路会走得更顺。那另外一句话是 A personal grown-up style often seems to come with professional success and an autonomous lifestyle. There are times in life when a non-sexualized attitude is important. I hope to provide clothes which underline the attractiveness of character,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 charisma. 这句话是说，成人的风格总是伴随着专业和自律而来。那在人的一生中呢，跟性别无关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他希望能够用衣服去更多的强调一个人的个人魅力和一个人的智慧。那也不难想象为什么 Jil Sander 会说出这样的话。从前面的小故事中呢，也能看到 Jil 是一个非常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获得尊重与平等的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出生的年代对女性有太多的职场上的限制和歧视。那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之前一定会被美国刚去世的那个女性大法官 Ginsburg 的故事刷屏过。那 Ginsburg 考上哈佛法学院的时间就是在5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他们一个班级的男女比例是500:9。那这并不说明女生在能力上比男生弱或者怎么样，而更多的是说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女生去更努力的求得更高的学历或者是在其他的职场的地方，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限制。那也不难想象 Jil Sander 在他整个创业发展品牌的过程中，他会受到多少的他是受到多少的轻视和怠慢。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简洁更多的是 Jil Sander 希望传达的这么一个理性、有力量、有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副产物，而较少的与他自己追求这种极致的简洁、纯粹有关。那当然呢，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也欢迎有不同意见的小伙伴给我留言。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这期内容对你们有一些启发或者帮助的话，就请帮我留言、转发、点赞和投币吧，谢谢大家了。